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低语，我是 Nico 啊。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课题是关于你们当下焦虑的事情，在接下来会如何发展。那在我们面前呢有三组牌，从左到右分别是第一组牌、第二组牌、第三组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和你们连接最紧密的一组牌。稍后的话我会做出一个解读。那么大家在选牌的过程当中，可以在弹幕上打出领取好运来领取你们的专属好运。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牌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一组牌啊！第一组牌，首先我们看这个权杖十啊，我觉得这张牌的话，你们整个人可能现在背负着很多的感觉啊，在负重前行。这些权杖可能是你们欠下的某种债，这个债可能是钱，或者说拖欠的，有可能是债务，也有可能是欠下的工作堆积成山的任务。这个权杖十给我的感觉就是你们现在接近一种停滞的状态，没有办法继续往前走啊！而且在这样的状态里边，你们是不断的自我磨损的，竞争压力很大。但是并不是你们不努力也不够优秀，而是确实竞争非常激烈啊！而且你们手中的这些权杖啊，我觉得是你们内心当中有着某种心结和执念没有解开，所以导致自己行动力低下。这种拖延并不是因为你们的态度，可能是因为你们之前在一件事情上做了很多的努力，付出了很多，但是你们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就是投入和产出它是失衡的，所以你们可能没有办法继续说服自己再往前走了。而且权杖十，我觉得可能现在也有着某种现实的压力，现实层面的阻力在阻碍着你们前进啊。所以我们抽到两张水牌啊，一个是圣杯骑士，一个圣杯国王。这两张牌的话，它让我想到了现在网络上一个很流行的梗，叫"我知道你很着急，但是你先别急；我知道你很焦虑，但是你先别焦虑啊。"它听起来好像是一种废话，但是它在暗示一件事情，就是你们的着急和焦虑并不会对这件事情的发展产生任何正面的影响，反而还会给你们造成大量的精神内耗。所以我觉得在某种层面上来说，无论你们焦虑与否，那么你们现在所关心的那件事情，它都会按照它本身的发展规律去运行。你们可以选择焦虑，也可以选择不焦虑。那为什么不放平心态呢？放平心态也是在放过你们自己啊，因为你们知道，就算你们焦虑，其实你们也没有办法左右这件事情。所以首先你们要保持一种情绪上的稳定，因为情绪的稳定才能够带来稳定的行动，才不至于让你们去病急乱投医，以至于做出更错误的选择啊。甚至我觉得你们的一些积极的情绪和想法，包括内心当中的一个预期，它和这件事情往好的方向上发展是有着某种若隐若现的联系的。如果你们往一个坏的方向上去想，它会造成你们的焦虑和精神内耗；但是如果你们往一个好的方向上去预期的话，它反而能够激活你们内在的某种生命力，某种积极的行动，反而会对这件事情的推动真的有帮助。那么权杖三呢？我觉得如果你们要解决这件事情，首先你们要跳出这件事情。你们过分的关注它，反而产生了一种思维的局限。当你们跳出它的时候，作为一个局外人，才能够更加清楚的了解当下以及这件事情的局限性，能够分析出来到底是什么能够推动这件事情发展的关键性的力量。宝剑六呢，我觉得宝剑六这张牌它周围有很多的水啊，水元素的牌啊，有一只船在移动。水元素它本身就是一种流动的力量，而船本身在往前走，也说明这件事情其实它本身是有变化的。但是你们可能感觉不到它的移动啊，这种变化是潜移默化的它是在默默的发生着改变的。这张牌暗示着事情最终可能会让你们来到一个人生的新的篇章啊，它会推动着你们进入到人生的一个新的篇章。而且宝剑六的话，我觉得近期你们可能会有外出移动，去到一个新环境的打算啊，这个会对你们内心当中焦虑的那件事情有一个正向的积极的推动啊，就是当你们的生活开始流动起来的时候，你们所想的那件事情它也会随之而开始运转。我觉得焦虑就是你们要去做一些行动和改变啊，想的时候全是问题，做的时候才能够得到答案。
而且宝剑六的话，我觉得，你们坐在船上有一个人在划船，说明有人某个特定的人，或者说某种力量在帮助你们推动这件事情啊。你们可能忽略掉了这个人，或者说这种力量对这件事情的影响，但是这个人他似乎对你们现在焦虑的这件事情会有一个正面的影响和推动作用啊。这组牌的话，我觉得权杖一这张牌呢，最后啊结果是不错的。权杖一代表的是有人会给你们抛来橄榄枝啊，因为这件事情最终的结果对你们是有利的，或者说这件事情的转折点就是因为有一个人手上拿着一支权杖，代表的是一个机会，或者说这件事情的变盘点和转折点即将到来啊。所以说接下来可能说事情的发展出现转机，就能够让你们内心当中焦虑的这件事情尘埃落定，能够让你们摆脱当下的这种情绪的内耗和阴霾啊。权杖一它也可以代表的是一种能量的灌溉和注入啊，会让你们某种想法和期待重新开始奔腾起来啊。当然我觉得这组牌的话，你们焦虑的这件事情，它是一个长期的事情，就是没有办法彻底的在当下就得到解决。但是我觉得这组牌的趋势是向好的，它在往一个解决这件事情的方向上走。我觉得你们现在处在一个增长的曲线当中，只不过现在的这种增长不是很明显啊。而且呢，我觉得这组牌的话，你们不要因为当下的一些阻力和打击，就不断的妥协，降低自己的预期啊，还是依然要有一种高标准和高要求啊，就像这个权杖三一样，因为求其上者得其中，求其中者得其下。如果你们瞄准的是月亮，就算你们迷失，也是落在星辰之中。所以不要因为现在遇到了一些阻力就垂头丧气、萎靡不振啊。这种阻力和卡顿更像是宇宙给你们的一种考验。正是因为宇宙认为你们可以跨越它，它才会降临到你们的身上。你们越勇敢、越果断、越坚定，你们的路就越宽阔。而你们越恐惧，越是如履薄冰啊，你们的路就变得越狭窄啊。它是有一种你强他就弱，你弱他就强的感觉啊。其实有的时候呢，也不需要过度的担忧，它最后的结果是成功还是失败，因为有的时候对于人生来说，不可或缺的东西，它并不是取胜，而是你们曾经无悔的战斗过。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二组牌啊。第二组牌的话，首先呢，这个宝剑9啊，就是你们近期被某件心事所影响，可能还会导致睡眠出现了一些问题啊，情绪的正向流动受到了影响。这个宝剑9给我一种昼夜颠倒的感觉。可能你们现在想做一件事情，但是又不敢做啊，整个人陷入到了一种精神内耗里边啊。而且宝剑9的话，你们可能正处在某种空窗期，就是某件事情的发展突然出现了一个断层，会经历这样的一个空白期啊，这种空白期会让你们感觉到很焦虑啊。其实我觉得不是因为你们的懒惰和拖延导致了这种空白，而是因为你们看不清楚未来的方向，感到迷茫和彷徨。而且宝剑9的话，可能你们正在等待着某个结果的到来啊，整个人对消息非常的敏感，如履薄冰的一种感觉。逆位的宝剑7呢，我觉得你们对现状是不满意的啊，想要摆脱当下的环境，但是又心有余而力不足。而且逆位的宝剑9和逆位的宝剑7结合起来看的话，你们之前可能因为压力过大而让自己宕机和摆烂了一段时间。星币4呢，我觉得它也是一种能量闭塞吧，就是你们现在把自己封闭起来了，因为你们焦虑的那件事情迟迟没有落地啊，导致你们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来关注那件事情。而且呢，星币5的话，我觉得说明你们当下是不被理解的吧，或者说不被支持的，因为你们不仅仅要解决某种现实问题，可能还需要说服某个人，让某个人来支持你们接下来要做出的这个决定吧。所以说我觉得近期的这个焦虑也会和某种变动有关。
力量牌的话呢，我觉得接下来你们会找到某种发力的支点啊，或者说内心当中有一种力量会支撑着你们继续走下去啊。我觉得你们现在的痛苦不仅仅是来自于外部世界给到的压力啊，可能也是因为你们感觉自己长大了，但是还没有做好准备，和这个世界有一点格格不入的感觉啊。这种格格不入会带来一种茫然、焦虑和不知所措。所以现在的话，你们可能要给自己的成长多一点时间啊，让自己在心理层面上接受自身的这种成长和改变。你们可能还没有做好准备去承担更大的责任的时候，这个责任就已经扑面而来了。但是力量牌呢，我觉得，不要感到后悔吧，就是后悔自己过去为什么没有做出更好的选择，因为你们总是在想，如果过去怎么样，现在自己一定就会更轻松、更优秀，或者说变得更好。但是我觉得，在过去的每一个当下里边啊，其实你们都已经做出了那个对自己最有利的决定啊。就力量牌，其实我觉得你们过去的每一个决策都已经是竭尽所能了，所以我觉得你们不需要太过于去责怪自己当初为什么没有做出更好的选择。你们不要再进行这种自我矮化和自我打压，因为对你们来说，你们已经能够做到了当下能做的最好啊，所以剩下的事情尽人事听天命就可以了。我觉得与其你们努力的思考，懊悔、自责、纠结，把精力都花在内耗上面，不如把真正的精力灌注在生产、行动和创造上啊。所以说权杖的话呢，权杖骑士，我觉得就是你们现在要让自己动起来，不，就是说，并不代表说你们的这个行动能够立刻的让你们把焦虑的事情得到解决。动起来的含义可能也是先做一些很小的事情，比如说整理自己的房间、打扫卫生，给自己制定一些自我提升的计划。当你们行动起来的时候，你们的那种焦虑自然会烟消云散啊！而且我觉得你们要思考，就是做出怎样的行动能够帮助你们去解决这些问题啊，又把重心放在解决问题上，而不是纠结问题上。而且这组牌，我觉得你们要接受的一个事实就是，事情的发展它总是一波三折的，总是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最终它会回归到一个平衡点。所以说呢，圣杯三和权杖四这两张牌，我觉得它代表的是你们虽然说现在正处在一个人生剧烈变化和动荡的阶段，但是在下一个阶段它就会趋于稳定啊。你们回过头来再看，你们会发现，你们人生当中越是变化和动荡的那个阶段，你们自身的成长也就会越快，它就越会为你们下一个阶段的人生打下某种扎实的基础啊。所以说圣杯三这张牌啊，我觉得你们可能近期会担忧某件事情，或者说和某个人的关系某种纠纷，但是呢，这个圣杯三代表的就是会有一个第三方介入去缓和这样的一种缓和这段关系，缓和某种僵局。还有圣杯三，如果你们感觉自己当下被卡住了，那么这个圣杯三就意味的是接下来会有人来帮助你们，协助你们去完成一些事情。还有圣杯三，我觉得你们可能有的时候在事情的中心是看不到这件事情的全貌的，所以要跳出去看看其他人是怎么看待你们现在所经历的困境的，他们也许能够给到一些建议，让你们茅塞顿开、醍醐灌顶。牌面上来看，虽然你们现在正处在一个混沌和动荡的阶段，但是权杖四就是说你们最终能够跨过这种混乱，去过上你们想要的生活。权杖四这张牌给我的感觉就是你们未来的人生比你们当下能够憧憬和设想的那种最好的生活还要更好。这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但是我从这张权杖四我看到的是，可能是因为你们对于未来的设想太过悲观啊。我觉得你们当下应该做的一件事情呢，就是跳出自己的负面情绪啊，你们需要回到此时此刻，因为痛苦常常源自于自身不接纳于当下，但是又过度的思考未来，懊悔过去。我觉得活在当下的意义就是能够帮助你们从这种无序的思绪里边去
解脱出来，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们会发现有些问题，它甚至不需要你们亲自动手，它就会迎刃而解啊。所以说，如果你们当下有无法解决的问题，那就把它交给时间好了，因为时间会给你们一个完美的答案的。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3组牌。首先第3组牌我们抽到了一张星币9，还有一张圣杯9。这2张牌是非常之好的2张牌啊，说明你们现在内心当中正在焦虑的事情。这2张牌其实定下了一个基调啊，就是未来的发展比你们现在的设想要顺利很多。可能你们的焦虑是因为，你们感觉接下来的发展要一波三折，充满坎坷。但是这2张牌似乎预示着你们所焦虑的这件事情没有你们想象当中的那么难，只要你们往前走就能够看到路。你们当下的感受可能是有一点进退维谷，但是往往进退维谷之日就是别有洞天之时，继续往前走就能够看到光，就能够柳暗花明。那么这张圣杯7呢，我觉得你们当下的这个主要的焦虑还是源自于你们想的太多，但是做的太少啊，可能缺少一种行动的魄力和勇气。圣杯7，我觉得你们并不是说害怕去行动，本质上是一种对于失败的恐惧啊。我觉得要做成一件事情，失败本身它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在一件大的成功的背后，它有无数个小的失败所组成。本身小的失败，它就是对自身的一种修正啊，只有通过不断的失败才能够抵达成功。就是做每一件事情都有一点像开车，从一个城市去另一个城市，中间可能会走错地方，可能会方向不对，总是在不断的调整，一会儿看地图，一会儿问路，一会儿发现自己走错了又掉回头往回走。只有根据目标不断的调整，最后你们才能够到达那个目的地啊。所以说这个月亮牌呢，你们的内心当中其实是有着很强烈的渴望的，我觉得你们内心当中有某种若隐若现的声音在指引着你们。而且呢，这张牌意味的是接下来那个声音会变得越来越强烈，强烈到有一天你们无法忽略掉它的存在。我觉得你们当前的这个精神内耗可能源自于你们想做一件事情，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顾虑没有行动起来。可能你们现在接受的一种教育就是要事先准备好才能够去做，但是现实世界里边基本上是一边干一边准备的，这就需要我们先开枪再瞄准啊，这可能有一点反直觉。可能我们有着某种思想烙印，就是准备好了再开始去做，但是现实世界里边很多事情根本不会等我们，所以这组牌呢，我觉得先干了再说啊，只要做起来，路径就会自我修正的。权杖5呢，它是这张牌给我一种乱拳打死老师傅的感觉，就是有的时候你们不按套路，不按常理出牌，反而能够获得某种馈赠和奖励。权杖5呢，就是不要害怕这种混沌和混乱。往往这种混沌和混乱当中隐藏着向上的阶梯啊。你们越是主动，你们能够得到的红利和资源就越多。但是呢，如果说你们寻求一种稳定啊，反而机会就越少，向上突破的空间会被极大的压缩。那么这2张牌呢，宝剑1和宝剑女皇啊，我觉得可能你们当下要调整自己的思维吧，调整自己的思路。接下来事情的发展，它可能就是说这个规则本身似乎是会发生某种改变的，就接下来这个规则政策的某种改变会对你们有利。而风向能量的话呢，我觉得它像是什么？就是你们现在的焦虑可能源自于你们在某种竞争当中很害怕落后。或者说你们可能暂时的落后，实际上本质是由于这个游戏规则并不完全适合你们啊。如果你们只是在目前的规则下不断的去优化的话，实际上你们总是会慢一步。但是呢，这2张风向能量的牌，我觉得就是要跳出一种思维的桎梏，就是你们要意识到人生的路它是不只有一条的。有的时候我们不需要非在某个游戏规则下去赢得胜利，我们可以改变某种游戏规则，或者说创造属于自己的游戏规则。所以风向能量的话，我觉得它是有一种做一个独一无二的自己，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不要跟别人去比较。
或者说不要拿你们不擅长的东西和别人的优势去进行一个竞争啊，要把你们自身的优势发挥到极致。决定你们人生上限的不是你们的短板，而是你们的长板。所以说不要过分关注于你们不擅长的东西。实际上这张星币9和圣杯9，你们未来的人生是绝不会差的啊。我看到这2张牌呢，我感觉你们的未来是光明的。这意味的是你们而且星币9这张牌呢，你们未来所能够拥有的、掌控的远远超过了你们当下对未来的预期。这可能意味的是你们能够跳出这种游戏规则啊，去创造属于自己的规则。那么这个时候你们就会得到这个世界非常丰盛的奖励啊。所以说这组牌给我的一种感觉就是你们未来可能会去另辟蹊径啊，成为不一样的烟火。而且呢，这组牌我觉得你们当下的这个焦虑其实并不来自于焦虑本身，而是你们选择了焦虑。就是你们可能会下意识的去和周围人产生一个对比，害怕自己落后，但是不要因为过度的沉溺于对未来的焦虑啊，而抑制了对当下的感受和选择。当你们知道自己渴望什么，知道自己身在何处，路在何方，就不会和别人产生比较，也不会觉得，存在这种竞争啊，因为别人的渴望与你们不一样。出发点也和你们不同，目的地也和你们不同啊，所以说不要刻意的寻找自己时间上的生命刻度啊，在命运为你们设置的时区里，没有迟到或早到，一切都会准时到来。不要因为时间紧迫就逼迫着自己做出一些仓促的决定啊，一定要遵从自己内心的感受，只有忘记时间，才能够实现真正的自由。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